美国国会新任议长计划2023年春季窜访台岛，难道佩洛西事件的教训还不够深刻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中恒 Talk。今天我们来聊聊麦卡锡窜台计划提上了日程。目前呢，麦卡锡已经得偿所愿，成为美国国会新一届众议院议长。按照美国流出的消息来看，美国军方正在为麦卡锡春季启动窜台行为做准备。去年呢，在佩洛西窜台之前，麦卡锡就曾经公开喊话，佩洛西应该到台湾去。而这一次呢，有关麦卡锡要窜访台湾的消息也被台岛内官员证实了。台独民进党方面透露早在去年9月份，台湾地区立法机构负责人就派代表到华盛顿送了请柬。虽说请柬是以立法机构的名头送去的，学着美国主子的所谓三权分立遮掩法，但都掩饰不了这就是蔡英文当局又迈出的重要一步。去年呢，在佩洛西窜台以后台海局势变得是极为紧张。我们大陆方面呢，持续数日的围台军演也被外界解读为对台湾当局的震慑，也给台海局势翻开了新的一页。不过呢，台独当局的态度依然是一副我行我素的模样，丝毫不在意台海局势的升级，还想继续通过美国议长窜台来为自己博取更多的支持。这一次同样也不例外，美国方面也为了让麦卡锡窜台更加的符合流程，开始努力的寻找理由，企图把锅再次甩给中国。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政府方面在回应众议长窜台时给出的答复和当初佩洛西窜台前的说法几乎一致，仍是那一套所谓的什么国会和政府是对等的机构，麦卡锡自己做决定等说辞。而且麦卡锡选择的时间点也很敏感，他的前任佩洛西窜台不过半年而已，现任议长就又要窜台，无疑是再次挑动我们大陆的红线。再有就是国务卿布林肯即将访华，时间已经初定了，后续还有财长耶伦也计划出访中国。这两人的访问也被很多人认为是给中美关系带来转折的举动。不过根据以往的经验美方每次要开启和中国的谈判时就会提前在中国周边搞点事情，企图以此逼迫中方在谈判桌上让步。美国这一次一边炒作所谓麦卡锡窜台，一边呢又宣布布林肯和耶伦即将访华，不排除又是想拿台海局势叫牌，为布林肯访华提前布局。然而台海事务是中国的内部事务，是不会容许美方当作敲诈中国的筹码的。布林肯如果想要拿这件事情做交易，必定只会是适得其反，台海地区又将面临一次严峻的考验。去年佩洛西窜台之前台岛内不少人是持反对意见的，原因就在于害怕引起我们大陆方面的怒火。此后呢，也正是因为台海局势日趋紧张，民进党也就在9合1选举中一败涂地。为了挽回面子呢，民进党甚至不惜打着和平保台的旗号来寻求民众支持，结果依然是用处不大。这一次赖清德这个务实的台独工作者又一次把民进党推上了风口浪尖，引起了岛内的批判。按道理来说正是因为民进党一味的搞分裂，才使得国民党能有机会重获支持上位，国民党应该吸取教训才对。然而被认为是岛内蓝营2024年大选热门的新北市市长侯友宜，虽然嘴上喊着不做大国的棋子，但依旧表示要欢迎所谓的国际友人来台，还称台湾是所谓的好客的国度。此外呢，国民党也是在模糊自己的政治立场，一贯政策也是亲美拒统，配合着美国扮演着搅屎棍的角色，凸显了拒统势力在两岸统一进程中的破坏作用。根据我们国家最新发布的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来看，国家对台工作重点已经不仅仅只局限在反对台独分子上了，还要积极促进两岸统一，要警惕拒统的势力。其实长期以来我们大陆的促统工作将希望寄托在已经明确了拒绝统一的国民党身上，惠台措施和政策呢，也让台独民进党和拒统国民党两股势力呢均未受到致命打击，这显然应该做以改进。岛内真正的统派团体则是长期得不到实质性照顾，
他们在岛内呢缺乏资源，无法发挥作用。今后呢，我们应该旗帜鲜明地支持岛内真正的统派力量。大陆惠台措施的窗口呢，也绝不能再被那些台独和巨统势力掌握在手中。而面对美国和台岛内台独和巨统势力之间眉来眼去，我们大陆呢，应该尽早拿出强硬的手段。好，各位网友，今天这个话题我们就聊到这儿。网友们有评论意见可以关注留言，我们下期再见。